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战斧传说》，今天是下半期。这里是倒数第2关，关卡的名字是诅咒城市。我捡到了本作的第一个电龙，龙一共有4种，分别是毒龙、冰龙、电龙和火龙，排名是分先后的，其中最好用的就是毒龙。毒龙其实是比较特殊的，因为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看个人喜好吧。毒龙和冰龙都可以无限的控住敌人。电龙的优势是 AOE 攻击，而且攻击力比较高。火龙是最弱的，攻击力很低，唯一的优点就是攻击的范围比较远。全屏的，但是它的攻击频次很低，面对很多敌人的时候，它的一发火球只能击中1个敌人，控制效果是比较差的。这里的难度一看就很高啊，这种 BOSS 级别的精英怪一起就上了3个，而且还出现了这种法师，他是给咱们送魔法的。敌方的这个角色第一次出场应该是2代，因为在1代里边送魔法瓶的还是小盗贼呢。地面有很多诅咒的火焰，它是始终燃烧的，这东西非常讨厌。我的龙被烫跑了，现在只能使用武器攻击了。矮人吉利斯的攻击力是非常高的。这款游戏我一共只有2个角色可以一命通关，其中一个就是矮人吉利斯，另外一个是巨人傲虎。这2个角色相同点都是物理攻击力很高。因为游戏的7个角色引入了一个平衡性的系统，包括了人物的速度、攻防、魔法等等。但是最常用的攻击方式还是物理攻击，所以就导致这种攻击力高的角色通关稍微简单一点。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魔法，把 BOSS 吸引过来。单挑的话难度要稍微低一点。屏幕的卷轴如果再往前带的话，可能会出现3个无限刷新的小兵。这是 BOSS 的魔法攻击，范围其实很大，即使不在一条线上，我也需要跳跃来进行躲避。游戏进入到这个阶段 ，BOSS 的血量已经相当高了。我刚刚使用了一招团身斩。吉利斯的技能2个，一个是团身斩，另外一个是老寒腿，不对，是冰冻踢。这是真老寒腿啊，都能把敌人冻住。他血量不多了，我感觉可以拼一波，但也有可能我会对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。血量见底了，屏幕的位置到了，一起出现了3个骷髅兵。玩过初代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，骷髅兵是多难对付的敌人。BOSS 的防御几率太高了，我不断的 AB， 他不断的防御，几乎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还差1下。终于是带走了。团身斩最后伸斧子这一下攻击力是最高的，但是中间容易被打断。最后一关命运之门，这款游戏是有很多的分支路线的，
因为这款游戏大概2年之前我录制过，但是当时走的是其他的分支，有的路线会涉及到在鹰背上的关卡，还有的会包含在床上啊，不对，在船上的关卡。不管是在鹰背上还是在床上啊，不对，呸，在船上会出现大量的敌人。如果你的攻击力在4星以下，那很难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把敌方清完。这就是攻击力比较低的角色的弊端。其实上期我也说了，那2个关卡我感觉是有 bug。因为正常咱们清几波敌人之后，上方的倒计时会进行重置，但是因为不管是鹰背上还是船上，战场的卷轴都比较固定，所以我猜测这款游戏在重置读秒的时候，判定不是玩家清了几波敌人，而是向前带动了卷轴。但是那2关卷轴一般是不动的，或者说动的幅度不大，所以就导致了时间无法重置。这关的火龙我就没有捡，前方能够捡到电龙，还有毒龙。毒龙出现了，这里我先要把落石这一段过掉，因为每次咱们骑乘龙的时候，如果被从龙背上打下来3次，你的龙就跑掉了。这只毒龙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否保住这只毒龙，就决定了本关能不能一命通过。因为后面要打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是会使用魔法的。大家玩战斧1代的时候应该还记得，如果你被最终 BOSS 打倒在地，他马上会接一个魔法，甚至包含了火龙那种终极的魔法，伤害非常的高。所以这只毒龙保住，然后把 BOSS 从头控到尾，不让他有起手发动魔法的机会。这里还有一只冰龙，冰龙也可以无限控敌人，但是它的攻击的距离比毒龙要近。我掉下来几次了，好像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第3次掉下来，这个龙就跑了。毒不仅可以控，而且可以一起控多个敌人，真的是好用啊！这里又是一个双 BOSS 的组合，毕竟是最后一关。之前咱们好像打过的所有 BOSS 都在这里以2-2的形式登场了。如果是空着手打，难度是非常高的。把这2个家伙也干掉了，我的血量竟然拼没了一半了，我感觉我打的已经很小心了。魔法没有满，哇，这里一起上来8个敌人，离他们远一点。魔法补满了，我应该是用不到，上边还有4个箱子，注意站位，因为最终 BOSS 带的骷髅兵都是从屏幕左侧刷新，这样咱们就站在屏幕的右侧来控。但是我现在控这个距离和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，有一次没有控好 ，BOSS 就会出手把我打下来。他如果把我打下来的话，我就放魔法了，然后到上方拆箱子。咱们还有一个电龙可以用，希望能够控住吧。控的节奏就是毒龙的突袭，最后一下消失的时候，咱们马上按下攻击键就可以了。
马上了。这里是干掉了拿着黄金战斧的死亡蝰蛇，但是咱们还要打最终 BOSS， 就是和死亡蝰蛇缔结一下契约的神秘死神。最终 BOSS 的打法还是很特殊的，攻击力低的角色，我感觉打他是无法做到一命的。矮人吉利斯可以跳起来快速的切他的头。BOSS 攻击的方式就是各种的魔法，放魔法的时候咱们就 AB， 不要在乎 AB 消耗的这点血量，有出手的机会就多段的跳劈，没有出手的机会就 AB。 这里我贪刀了，被魔法打了一下，感觉能拼下来。好，这样才算是通关了。这个 BOSS 不知道是不是当前的版本新加的，因为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录制这款游戏好像没有打这个最终 BOSS。打完最终 BOSS 还不算完，咱们要依靠现在剩余的血量跑出去，因为命运之门已经坍塌了。这里会有落石，一直向左跑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是手动操作的。这个通关画面让我想起了恶魔城啊，怎么战斧也搞起了拆迁啊？通关之后的剧情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吧。夺回了黄金战斧，击败了黑暗势力，王国又恢复了和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自制游戏《战斧传说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